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即便苹果想尽办法让 Vision Pro 显得优雅，但是当你真的在机场或者办公室看到一个人挥舞着双手在那里坐着的时候，你想到的第一个词是啥？你看，这就是 Vision Pro 现在的现状。哪怕过了这么久，我觉得我脸皮也算厚，我仍然很难说服自己在公共场合带上它。就算在什么小资咖啡厅，说真的我也不敢，因为这是一个被动式被很多人注意看着的状态，你甚至不知道，所以它不舒适。但反过来说，我对 Vision Pro 的使用感受曲线一直在变化，从一开始过度预期带来的失望，走出来再用了4个月之后，我会说我一定程度上确实开始喜欢用它了，就是它是一个特别需要你有预期管理的设备，和苹果别的产品一样，只要你一超出它为你画的舒适圈，不管是用它来剪片还是建模，那你花的3万多块钱买的苹果魔法就会迅速失效，你是会失望的。但是当你在苹果设定的范围之内来用它，不管是你疲劳一天坐上飞机，转动这个表冠，它把你瞬间送到优胜美地的雪山，还是在公司里观看朋友拍摄的婚礼空间视频，身临其境，忍不住要流泪。Vision Pro 是真的能给你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我觉得语言很难表达这种双目设备的感觉。我强烈推荐你去线下苹果店约一个试用，反正不要钱，你只要带着你眼睛的这个验光单就可以。然后我觉得你大概率是会被震撼到的。库克是这么说的，这是你用今天的价格买到未来的科技。这个3万块钱的价格是不是我们今天人类能够接受的？我打个问号。但是要说未来科技，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我觉得 Vision Pro 配得上。Sunshine, look at you. Ooh, yeah, you mood.这期内容我们会从基本体验开始评测，然后分到3个场景：家庭、办公还有出行，这样可以让你最全面的看到它的优劣。那首先 Vision Pro 对于国人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真的不是重量，反而是近视。就是如果你近视又想要好的体验，你就得花这1000多块钱买这个苹果和蔡司合作的这个镜片。装配确实很简单，你吸一下，然后扫一下这个为你单独设计的2维码就可以了，很方便。但是这个设计有一个不可规避的弊端，就是体验的不一致性。什么意思？你看 Vision Pro 是一个透视方案，也就是摄像头先拍，然后投射到屏幕上，屏幕把光透过镜片再投到你眼睛里面。这就意味着中间如果有任何一块玻璃脏了，这个画质的劣化和手机脏了不一样，非常恐怖，会很爆炸。而最糟糕的是，你甚至不知道该擦哪一块玻璃，这个近视镜片本质上又增加了2面可能沾灰或者指纹的概率，就会非常折腾。那另外一点难受的就是 Vision Pro 的脸型设计，我真的觉得挺偏向于外国人的，我的鼻子没有这么挺，你看，这会导致它底下会有这块遮光布盖不住的情况，光就会漏进来，然后画面的对比度也会下降。那这些问题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化解，但是需要花费你不少精力去清理干净每一块玻璃，把遮光做好去一个暗的地方。那不过等你把这些准备做完以后，你再带上这个 Vision Pro， 这个时候你是会迅速感受到这2块2000多万像素 Micro OLED 屏幕的威力的。我玩过很多的 VR 设备，但是 Vision Pro 的清晰度真的是一骑绝尘，字体没有锯齿，图像无比锐利，除了视野没有像宣传片里面这么大，有一个明显的边缘，然后会有点色散，别的我觉得画质层面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很多环境我真的觉得我是一转表冠就把我传送过去了，它骗得过我的脑子，还有我的眼睛，就是这么清晰。然后我特别喜欢用 Vision Pro 来看自己用相机拍的照片，就像是一个楼梯广告一样，巨大清晰，超级带劲。那唯一不好的是这些渲染的画面和现实画面的清晰度是有个明显的差异的。现实因为是用摄像头拍的，所以会出现的情况是，你眼前真实的东西反而会比这个渲染的虚拟的东西要模糊不少，噪点也会有点多，你仔细看的话就很明显。但它画面基本都在60到90帧左右，然后借助那个 R1 芯片，延迟很低，所以目前我给至少100个人用过 Vision Pro， 除了我爹喊晕，分分钟把它摘了再也不戴了，别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不适感。反倒是佩戴行为本身有时候会有点惊险，因为 Vision Pro 这么多的部件，你看这个是磁吸的，这个是磁吸的，这个也是磁吸的，所以一旦你抓的地方不对，有很大概率你的朋友会直接把它给摔爆，所以一定要记住，让他抓这里，而不是这里。
操作方面 Vision Pro 它不需要任何遥控，你只需要看，然后里面的摄像头就会追踪你的眼球，精准定位到界面之上。你手指这样一捏，下方的摄像头就会迅速把你的指令传递进去。这种操作苹果确实不是首创，但是 Vision Pro 是精准度最高的，基本上可以做到指哪打哪。比如你可以捏住窗口，啪一下子拉到面前，然后直接像用一个 iPad 一样触摸操作所有的东西，可以点击，可以滑，键盘也是一样，可以双手输入，网页也可以双手缩放，甚至2.0版的 Vision OS 系统，你可以这样翻手调出一个跟着你手的便捷信息栏，然后捏一下呼出界面，超级未来。但是一段时间用下来以后，我发现这个设计虽然别的都很好，但是有2个明显的弊端。第一是你的眼部追踪需要高频的重复校准，你的眼睛状态每天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平均对我来说2到3天我就需要像这样校准一次，过这些小球球，否则这种很小的图标你会发现你得这样看，就这样看才可以选中它。那第2点是大段的文字输入 ，Vision Pro 它真的不擅长。虽然它有语音，虽然它有触摸，但是你想要做文字工作，一个蓝牙键盘是跑不了的。这时候就会有点尴尬，我为什么不带一个笔记本电脑，而是要选择带这2个东西，对吧？那还有一个非常蠢的问题，我觉得极大的限制了国行 Vision Pro 的应用场景。我们中国是一个普遍应用2维码的国家，而 Vision Pro 即便有着这么多摄像头，你眼睛都能看到前面的画面了，但是它不能扫码。这很离谱，如果你装个支付宝，你想付钱，它会告诉你它没有摄像头，这太离谱了。因为苹果官方它都可以调用这个接口来扫描你的镜片，但是第三方软件是完全不行。哪怕苹果你提供一个认证服务，就是给指定的 app 开这个权限都可以，但目前就是没有。所以在国内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我有时候带着 Vision Pro 懒得拿，下楼去便利店买个东西，我得把它摘掉，戴上眼镜，掏出手机扫码，再反向操作把它带回去。本来在店里面已经够奇怪了，现在的话就更加小丑了一点。那不过这些摄像头放着当然也不是一个摆设，虽然说不能扫码，但是苹果我觉得用它加上这2块屏幕，实现了我个人认为 Vision Pro 里面排第1的功能——空间视频。这是一个很难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我只能推荐你去线下免费试一下。要类比的话，我会说它是一个比 3D 电影要沉浸的多得多的内容形式。主要是苹果它不仅仅解决了 3D 眼镜校准的问题，同时借助这一对扬声器实现了一个非常沉浸的空间音频，这2个组合拳打在一起，你就真的会觉得你回到了过去。这和过去我所有看过的内容形式都不一样，就是它过于震撼，以至于现在在重要场合我宁可不拍什么 4K 什么 log， 我会选择拍 1080p 30帧的空间视频。因为在后期在 Vision Pro 里面，你再打开这个空间音频再来看它，你是会笑出来的。就比如我们公司义军的婚礼，那天我只参加了晚宴，但是同事用空间视频拍了他们下午的誓言，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那种笑容，还有的同事直接带着他就看哭了。尤其是当你点一下这个沉浸模式， Vision Pro 会用模糊把现实和视频搅拌在一起，临场感就拉满了。我很少给一个这么高的评价，但是这是我个人见过最为震撼的一项形式，比 8K 比什么 HDR 我觉得都要震撼。那在做了一些调研之后，我就发现空间视频其实只是一个统称，苹果本质上把 Vision Pro 里面的影像内容分为了大致3类。Spatial Video 这个空间视频是普通用户就能创作并且拍摄的，但是画质比较低，视角很小。然后是 immersive content， 这个沉浸式内容需要专业创作者才能拍，需要特殊的这个摄影机，应该也不便宜，但视角很大，180度甚至270度，就仿佛直接把你送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那个大球里面，超级清晰，真的就像是这个模拟的画面一样，大象就在你面前全部冲过来，特别震撼。但是当前工作流程没有公开，我们自己也还在学习，以后有可能能拍。而最后一种影像内容，这个叫做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这个交互式故事讲述，像这个大恐龙，还有这个漫威的 What If， 我们自己是完全做不了的，这个门槛更高，只有大型的工作室才能编写。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个恐龙它就在你的面前，而且每次的行为都会因为你的位置和动作产生变化，不是固定的，也会被周围的光照所影响，非常有趣。所以以上这3种方式都是别的地方你体验不到的，即便我看到不少地方唱衰 Vision Pro 的生态，但是这是我个人，我在看了这些内容之后，我觉得它还是有希望冲出来的。尤其是这个 immersive content， 非常适合体育或者纪录片或者生活方式，比如钓鱼这种，它能带给你的刺激感，真的就是2D 视频没法比拟的。我还是这句话，推荐你体验一下，真的描述不了。
那虽说我评价现在听下来给的已经高到这个地步了，但它的空间内容今天来看，尤其是国区是非常匮乏的。它像是一个刚刚开始试运行的高端的游乐园，你基本上只需要半天就能把这些内容全部看完。尤其是国行版，因为没有 Apple TV， 它整个内容生态就会更加尴尬。那除了影视内容 ，App 生态方面，目前很多国内的大厂也都在入局，只不过真的要说好的，那不是很多。我个人目前觉得还挺不错的是腾讯视频里面这个王者荣耀的交互式比赛，虽然它也不是那种科幻片里的沙盘，只是一堆角色头像在这里面跑来跑去，只能看看走位，但是将来如果能把人物技能全部做上，那就真的很厉害了。那淘宝和京东 App 现在也都可以看 3D 的物体进行对比，显示效果都挺炫，最新版本也可以下单买东西了。只不过兴奋过了之后，你就会思考，我最在乎的东西难道不是价格吗？但是在目前 Vision Pro 里面比一个价格，可是要比一个大小要难得多得多。那 Vision Pro 我过去4个月几乎每天都在用，我觉得最难受的一点，说真的还不是什么内容不内容 App 不 App， 而是它和别的设备相比是一个几乎隔离的孤岛。就你带着它 iPhone、iPad 的面部识别都无法用来解锁，除了 Apple Watch 可以来帮你解锁它。那你更不用说把这些数据全部解锁之后再传过来了。AirDrop 在 Vision Pro 上面非常的不稳定，可是你下载好的 4K 电影几乎只有这一种方法能够传进去，所以频繁的会有这种小磕小绊，让你不得不把它摘下来，再调回现实，再带回去。这是我觉得最难受的一点。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需要你有预期管理的设备，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从家庭、办公还有出行这3个场景带你快速来看一看它的震撼还有边界。在家里使用 Vision Pro 可以有效规避它的很多限制，比如没有蜂窝网，你可以连 WiFi， 比如带久了重，你在家里可以躺着用，这个姿势我一般可以用4到6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我很喜欢开到月球这个场景，然后拉出一个巨大的屏幕来看各种太空类的剧还有电影，这个很无敌，你会觉得你就在月球穿着宇航服，然后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地球闪着莹莹的蓝光在看着你。如果你是单身的话，这是我觉得在家里面你能有的最好的观看体验，电视、投影都没法和它较劲，因为它太沉浸了。不过这个前提你也听到了，就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这就是 Vision Pro 在家庭环境里面最大的限制。它真的不是一个适合在家里面和别人分享的设备，尤其是近视的人群，你得先给他们定制镜片或者买隐形眼镜。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和我妈按住我爹，他没戴过隐形，疯狂挣扎，忙活半小时以后勉强给他戴上了。但是 Vision Pro 需要每个人戴上以后都要校准，你得像苹果的店员一样耐心引导他们去操作，还必须要投屏到一个手机或者 iPad 上面，才能够来引导人家。在一个饭局或者家庭聚会的场合里，它不像是一个 iPad 或者 Switch， 这个新奇的 Vision Pro 设备反而会破坏你这个气氛，因为它没法做到众乐乐，只能独乐乐。还有一个我用了以后才发现的问题是，这个虚拟眼睛，苹果想通过这个方式来降低你和他人的疏离感，即便经过了几次更新，现在已经自然很多了。但是我发现家里人非常不喜欢我带着这个玩意和亲戚还有客人说话，会觉得我很不尊重人。那我觉得这倒也不是爹味可以理解。你想一下，假如你是客人，看到我这样看着你，你会是什么感觉？那我自己比较头铁，有一段时间试过在饭局上带着它来吃饭。别的东西先不说，有一个明显的点是 Vision Pro 因为是用摄像头拍的画面拼出来的，所以实际视角和你的眼睛是不一样的，这会导致一个当你把菜递到嘴里的时候，永远递不对，会递到边上去，很傻，因为它有偏移。那同样的，你在用它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 Vision Pro 官方只宣传你拿爆米花吃，这是因为如果你想要吃泡面、炒饭或者烧烤，你都得摘掉它，因为你吃不了。所以这对于喜欢用筷子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难受，但是对于印度人来说不是问题。办公室我觉得 Vision Pro 表现最好的场景， Mac 的屏幕共享模式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能提升我的效率很多，尤其是写稿子。在我用了 Vision Pro 以后，我才意识到身边有人走动、对话或者还有手机本身对我的创作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带上 AirPods， 开上降噪，然后转动表冠，把自己传送到一个大沙漠。Vision Pro 就像是给你眼睛用的 AirPods Pro 的降噪功能，你就可以忘掉手机，忘掉一切，拉出一个巨大的空页面把我包住。
我是真的可以心无旁骛的写上2个小时的稿，迅速搞定我过去浪费1天都不愿意开始的事情，这很爽。所以我非常期待 2.0 版本这个宽屏的 Mac 屏幕共享，剪片应该也会更加舒服一些。还有一个用法，我想大家已经见到过好几次了，就是我会用 Vision Pro 来当做一个提词器来念稿或者练习演讲，这个也很有效。比如你在 Keynote 这个 Vision Pro 的 App 里面点一下，然后立刻它就能把你传送到乔布斯剧院，你是真的会觉得你站在台上，然后看着所有人开始看你的 PPT 还有标注，进行你的演讲。那这种形式的训练，我觉得其他设备很难帮你做到。还有一些日常的应用，像这个 Art Universe， 你可以直接列出大量的美术作品，来看看放在公司里面怎么样。这个 Sky Guide， 你可以知道今天的延时摄影能拍到哪些星座，甚至可以像这样伸手把星星摘下来，一松开来看对应的讲解。那专业应用场景的话，比如公司的监控，你可以一次性看；拍摄综艺或者直播的时候，你可以用 Vision Pro 调出多个云端视频流，进行远程的视频辅助切换，还有导播。你不需要切换台，你不需要一大堆硬件屏幕，这过去都是成本。所以在企业应用方面，我真的觉得 Vision Pro 有很多不是噱头的可能性，可以这么描述。比如我们现在甚至在研究把我们的 iPad 的楼体控制软件做到 Vision Pro 里面，这样公司行政可以直接在一个 3D 模型里面控制公司几百个电池的开关、温湿度，甚至大屏上播放的内容，一次性全部可以集成进去。那至于这个 Persona 虚拟人物形象，我觉得现在新版本已经没有什么恐怖谷效应了。我用它参与过几次甲方的会议，他们都比较新奇问一下，然后也就不在意了。但这也没啥革命的，对吧？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妥协，而不是一个好的功能。直到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个也有 Vision Pro 的人开了会，然后哇，这是我真的第一次被震撼到了。所有人都是有空间感的。Vision Pro 它最核心的一点是它有非常精准的映射，可以1比1的呈现每个人的身高，所以你可以站起来和人击掌，然后大家的比例也都是正常的。所有人可以隔着半个地球一起看一个文件，甚至下象棋。借助这个空间音频，你真的会觉得它就在你的身边。这个是我觉得很有元宇宙味道的一个功能，因为很真实。虽然现在能做的事情仍然很少，但在公司应用层面，我是打心底里面觉得 Vision Pro 和我之前用过的微软的 HoloLens 完全不一样，能做和能做好不是一回事。而 Vision Pro 这一次真的是把协作还有交互这2点给做好了。出行是我觉得 Vision Pro 让我在体验上很矛盾的一个场景，因为它的造型和它的脆弱，让你几乎没法把它塞在双肩包里面，就是一种拿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刮了的感觉。我就很推荐你买苹果官方这个保护包，虽然很贵，要1000多块钱，但做工很好。可是问题是它又大又圆，塞进这个登机的行李箱里面，你别的东西几乎没法放，你放在外面吧，又多了这么一个大件，非常尴尬。所以在你飞机上面坐下来之前，我相信你一直都会后悔，我为什么要带这么一个老祖宗出门？可是当你真的坐下，把它打开，然后带上，你不会后悔了。我总共带着它坐了6到7次11小时以上的长途飞机，这个体验我觉得真的就是无与伦比，只有这个词。你不会再记得你在飞机上一个巨幕就在你的面前，然后湖水微微闪着光，超级惬意。那唯一尴尬的点是什么？是空姐发餐的时候，她经常会以为你带着一个眼部按摩仪在睡觉，然后等我摘到 Vision Pro 还有耳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吃完了，然后就没饭了。我已经遇到2到3次了，这个有点爆炸。还有一个就是线，别的场合 Vision Pro 这个吊屏设计，我觉得都还好。但是在飞机这种小空间里面，如果我同时在给 Vision Pro 和手机充电，再加上飞机的安全带，你会发现你迅速就被一堆线给捆在凳子上，这个很真实，也算是一个让你调出美好体验的干扰。所以到头来看 Vision Pro 的体验就很两极。它不是什么，我先说，它不是一个长时间佩戴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易于携带的设备，它不便宜，它要3万块钱，它更不是一个可以和他人分享快乐的设备，除非你的朋友也是富哥。但是同时它又是一个极好的观影设备，优秀的便携屏幕，令人震撼的交互式娱乐终端，还有商业的硬件，这完全就取决于你的需求是否在苹果当前画出的这个圈里面。所以你觉得你在这个圈里吗？你想买吗？还是要等下一代？那说到下一代，我觉得还有个题外话，就是我觉得这个设备的研发很特别。iPhone 这种手机，你有越做越重的空间，你的手不会介意它变重变大一点，所以很多体验可以被大幅度优化。但是 Vision Pro 你想一下，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是一个人能够承受的重量的极限了，下一代苹果只能把它大幅度的做小做轻，但是同时要让性能去不断的增强，来迎接即将到来的 AI 功能，这就要难很多了，对吧？
这个 Vision Pro 是在库克带领之下苹果做的一场豪赌，成还是不成？你加哪一个？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然后我们最近应该也会抽一台 Vision Pro，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动态关注一下，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见，祝你好运。